多年前，我开始接触经济学，学习过众多经济学派的理论，直到开始学习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才让我感觉见到了经济学的庐山真面目。没有哪一个经济学派比奥派给我带来的震撼更大了。据说啊，清朝的康熙皇帝刚开始学习几何学的时候，他又是震惊又是恐惧。震惊的是，几何学知识全靠演绎推理，而这种抽象的知识却有着强大的现实效用。恐惧的是，他担心西方的国家会凭借这么高明的学问富强起来，进而威胁到中国。奥派带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一方面，奥派经济学也是一套逻辑严密的演绎推理体系；另外一方面，这种推理得出来的抽象知识却对现实有着强大的预判和实践作用，这深深地震撼了我。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奥派经济学家的确认为经济学和几何学非常相似，而不那么像物理学这类经验科学。他们认为，想要获得准确的经济规律，其实你并不需要观察任何经验证据，更不需要在大量的历史材料中搜索和归纳。相反，你需要的是反求自身，对内心当中的一条公理进行演绎推理，这样就可以获得整个经济学大厦。而且，这种看似和经验无关的抽象推理，却可以精准地预判和解释真实的经济现象。你可能会觉得我说的太夸张了，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是的，奥派学者们在现实中就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经过推理得出来的结论，在历史上被验证了很多次。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教授。他在1920年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米塞斯推断说，由于苏联的经济模式缺乏经济计算的工具，所以会导致经济活动必定走向混乱，进而造成普遍的穷困、饥荒和崩溃。生活在当代的你我并不难理解米塞斯的观点，但在当时，苏联是全球第一个建立计划经济的国家，苏联的一切都看起来充满着希望，人们并不乐意承认米塞斯教授的结论。米塞斯的这篇文章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计算大辩论，反方的主要辩手是当时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他宣布自己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经济计算难题，并且很快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兰格教授赢得了这场辩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苏联的经济模式仍然被主流经济学界认可和赞扬，直到1989年，大多数人还是这样认为。比如说，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他在他风靡全球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声称，苏联的经济模式比美国的市场经济更加优越。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会在1997年全面赶超美国的市场经济。萨缪尔森话音刚落，不到2年，苏联就解体了。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幡然醒悟，看清了苏联的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也纷纷承认了米塞斯预测的准确性。要知道，萨缪尔森持续跟踪着苏联的经济状况，阅读了大量的苏联的统计数据。但米塞斯从来没有在苏联待过一天，甚至没阅读过苏联的经济数据。他只是坐在自己的扶手椅上，安安静静地推理出他的结论。苏联的崩溃成为现实之后，萨缪尔森偷偷地删掉了他的书里赞扬苏联经济的那些话。讽刺的是，删掉这些话之后，他的这本书又继续卖了好几百万册。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曾说，不管多么荒谬、多么不可置信的事，都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曾经主张过的。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笛卡尔这句话来评价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苏联经济问题上的表现。或许你认为，关于苏联的历史争论对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多大启发了。毕竟，改革开放带来了惊人的经济繁荣，苏联经济面临的问题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那么，不妨来看看另一个离我们不那么遥远的案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迅速影响到全球，世界各个国家都饱受经济衰退、失业之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有一次来到英国经济学的重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她质问当时在场的所有经济学家。她说：“你们都是天天研究经济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这是经济危机呢？
台下鸦雀无声，没有人能接得上话。但是由于小撮经济学家，他们在女王的责备下其实是无辜的，这就是我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早就预测到了这次危机，而且在事前就给出了详尽的预测逻辑。比如说，早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有一位华尔街的投资人，他叫彼得西夫。西夫就利用奥地利学派的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进行预测。他说，美国未来会有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2006年的时候，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美元大崩溃》。在这本书当中，彼得西夫给出了13个关于美元和经济危机的预测，这其中的10个预言，事后看是完全应验了的。而在美国国会，还有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早在2001年国会发言时，他就指出了房地产刺激贷款的危险性，并提示未来会有一场经济大衰退。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那是不是奥派只是恰好蒙对了呢？就像很多人都声称自己预测了某次危机，停摆的钟表一天还可以蒙对2次呢？当然不是。在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奥地利学派也有这类先见之明。那场大萧条量级更大，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当年的大萧条导致世界经济低迷，间接促使了希特勒成功上台，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走势。在1929年之前，几位来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也曾来到英国的讲坛，他们提醒说美国股市有崩盘的风险。但是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比如说凯恩斯和欧文·费雪，却对这样的预测不以为然。他们满心认为美国的牛市会从此一直涨下去。后来呢，毫无悬念，凯恩斯管理的股票基金在那次股灾当中腰斩了，费雪像散户一样成功破产了。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经济学家常常责怪市场失灵，但他们却从不承认是自己的经济学失灵。上面2个故事，一个涉及到苏联的经济模式问题，一个涉及到困扰人类300多年的经济周期问题。千万不要认为他们只是人类历史博物馆中的文物，相反，他们所涉及的经济内涵其实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经济生活和财富收益。我们已经看到奥派经济学对现实有如此强大的预见能力，但是奥派学者们却始终强调一个逆反我们直觉的观点，那就是经济学的基础是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它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的科学，是一门类似于几何学的知识。要研究经济学，你不需要大量的钻研历史经验，也不需要掌握复杂晦涩的高等数学工具，你只需要带上一颗逻辑清晰的头脑，严谨地进行演绎推理，就能够得出所有的经济学原理。这也是我在这门课当中试图展现给你的奥地利学派，它包含一门独特的心法，以及几个重要的核心理论工具。如果把经济学各大学派的逻辑工具看作武侠小说里各大门派的武功的话，我更愿意把奥派当作独孤九剑，见招拆招，无招胜有招。当你学会这套剑法后，你至少能有4点收获。第一，感受到经济学类似几何学那样逻辑严密的美感。第二，奥派经济学可以带你戳破各种似是而非的谎言经济学。第三，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当下，掌握奥派预判经济周期的核心指标和方法，能够让你做一个擅长冷思考的明白人。第四，在课程的最后部分，我要向你介绍奥派在伦理学方面的贡献。要知道，经济活动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伦理学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的。了解了伦理学，就能够帮助你建立起看待经济学问题的崭新视角。欢迎你的订阅。